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跟我们互动、留言、指教一下。好，来欢迎今天三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马崇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军事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孝伟兄。何荣兄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罗安格 Ross， 大家好。好，今天跟三位老师先来从中日，最近大家都知道关系非常的紧张啊，但是呢又因为一场军事之间的对抗啊，那也就是说呢，歼十5对上了日本的 F-15这个照射雷达啊，就是用射控雷达这个事件呢，这几天呢在中日两国之间闹的是不可开交，而且这个气氛有越来越往上升的态势。北京方面强调是警示性的照射，而且甚至公布了这个对话的录音证据啊，说东京在说谎啊，根本就是彼此之间已经打过照会了。但东京方面呢，则是持续指控这是敌对行为，双方可以说是你来我往，这个言辞越飙越激烈。而中国大陆学者刘江勇甚至警告，他说呢，现在的情势啊，跟当年甲午战争之前几乎是一模一样。但真正让人震惊的是，这个事件越滚越大的时候呢，把一个更加敏感的军事秘辛给曝光啊，也就是歼十5的雷达探测距离竟然远胜日本的 F-15。那么根据日本富士电视台的透露啊，他们说歼十5的雷达探测距离最远可以达到170公里，而日本的 F-15呢才只有100公里左右，差了大概70公里左右哈，这个远远落后于 J-15。换句话说，就是在未来呢，如果在空中战机对上战机啊，谁先看到谁，谁就能够先开火。这种超视距战的时代，如果真的在空中爆发空战的话，那日本可能会完全处于劣势。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日本对不起，是大陆的网友哈，他们特别还做了一张图啊。当然这不是歼十5，而是歼20。我们可以看到，光歼20呢，他就特别提到说，它的这个雷达最远的这个距离啊，跟各国的军机比较了一下。那刚刚特别提到说，在视距以外的，就是未来在空战的时候呢，其实战机跟战机之间呢，现在的科技已经进步到是你不需要看到敌方的战机，也许在视距外呢，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射控雷达呢锁定对方，而且进行攻击。不过现在为了这个射控雷达的锁定这件事情呢，中日双方现在可以说是各说各话，而且也听到了像是日本的防长这个小泉进次郎啊，甚至还说这是非常野蛮的行为啊。但是我们就从小泉最近的发言来看，马老师怎么解读？因为现在双方看起来是互不相让，怎么解读？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高市他的这个发言的这个事件之后，到现在看起来是完全没有收场，就是说两边大概要缓和很难。那如果缓和很难，你就可以大概发现中国大陆对日本的这个施压，一方面一定是经济，那再一方面他一定要让日本觉得有压迫感，这个压迫感从军事上是特别容易产生，所以中国大陆就有陆续的军演嘛。那这一次的这个火控雷达这个照射事件呢，它主要是辽宁号选在一个离日本比较近的地方进行演习，然后就中方的认知，他认为我已经告诉日舰说我们会在这边演习，发布一个演习区，那也就是说在我演习的过程你是不应该进来的。可是对日方来讲，不知道是收到还是没有解读清晰，那他的军舰就觉得，他的这个飞机就觉得说我在我平常作业的区域里面活动，然后没想到闯入了辽宁号这个演习的范围之内，那这个时候就被歼15这个用火控雷达来锁定那这个举动当然是非常的不友善啦，就是说即使他闯入，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去驱离，但是你还是选择用这种比较强硬的方式，那就表示他也想透露某一种的讯息，就给你压迫感。没错，就是要给日方压迫。我认为这一次的中方这个举措是确实是想给日方压迫。那日方可能也闯进他的这个演习区域也没有错，所以双方会各执一词。不过这里面其实暴露了就是日军在他们的这个等于说他们空军上面的一个缺陷，因为
这个 F-15是1972年的产物，1972年最早生产。那现在日本所用的型号是 F-15J， 是比较新一点，但是它其实服役也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它在这上面的这个 BVR 就是超视距作战的这个雷达，其实是比较旧一点，这个是确实的事情。那实际上的作战是这个歼15它出来，它有它的母舰上面的雷达系统，然后再配上这个它的彼此之间通讯链，再加上飞机本身的雷达系统，所以它是一个立体作战，所以它可以照射到的这个范围就会比较大。对，那相反的，理论上，这个日方所用的是 C4ISR， 就是它跟美国整合出来一个雷达系统，它是立体性质的。但是如果这个性质的雷达是开着，然后它 pass 给F-15上面的飞行员，其实它的飞机能够照射范围应该会。不见得会像报道的这么短。这个军事专业，我请教一下孝瑋兄哦。我们刚刚特别在私下里聊天哈，就是说射控雷达，因为大陆方面讲说是火控雷达，但是称法不一样。可是这个飞机跟飞机，因为刚刚特别提到未来的空战可能不是真的要看到敌机我才行动的，我觉得在视距之外的哈。那这次也是第一次就是用射控雷达来锁定吗？好，应该这样说了，我们要先稍微讲一下那个雷达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状况。像以这个战机上面来说的话，战机的这种雷达，它通常它也是可以做一个广域扫描。然后另外，如果当它把那个特定的目标锁定以后，它就要对一个这个它要预备或是它认为是敌视的这样的目标，它进行一个所谓叫连续波照射。那像以歼15战机来说，它上面装饰这种主动相位那个阵列雷达 ISA 的话，它那个雷达上面就会分成非常小的那种那个区块，然后每一个区块它都有发射接收的功能，所以就是说它透过那样一个广域的搜索，等于说它今天把每一个那个模组它都调整成搜索，它就打一个电波出去，然后这个时候只要碰到东西，那这个时候那个被碰到就是那个反射回来，还会反射，然后另外其实主要就是这个时候它就要看IFF， 也就是所谓敌我识别天线，那架飞机的敌我识别天线有没有作用？就是说我告诉你我是谁，那当然你收到这个部分之后，你马上就可以判别你今天打到的人是敌是友，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在你的系统里面就会告诉你哪边有什么，哪边有什么，就一片这个那个在雷达显示幕上就很忙碌。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以现在空战来讲，通常就会我刚刚讲这种过程，其实预警机就要帮你做好了。然后也就是说，预警机在空中要做，就是先其侦测，然后去看谁有敌意，然后谁可能会威胁你。这个时候呢，它就要让战机本身呢具备这个就要让你比如说 A 打 A， 然后 A 打 B， 或是 B 打 A，B 打 B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已经预定好了。那这时候要预定的时候呢，那你说以战机来说，如果像以日本它目前的这个F-15J 这个战机，因为其实它本身非常老，所以它不具备那种所谓的 A 射 B 导的功能。这个时候它就必须要让它自己的雷达这个调向那架飞机，然后去锁定。然后这个时候锁定的时候，就是用一个连续波，等于说我就那个电波就一直要朝着你照，你怎么动了，然后什么我的电波都跟着你跑。那同样的，像歼15也是啊。如果说我今天要锁定你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飞机怎么跑，我刚刚讲每一个单元上一个小的这个单元就要一直用这个雷达波追着你走。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日方就是在陆方跟日方，他们这次说，陆方第一，他们说我这个已经事先宣布了我的演习区域你不可以进来。其实，在国际上，如果你在国际公海是没有人会理会啦。也就是说，因为你看，像比如环太平洋演习，美军在那边演训，中国大陆的这个天王星也跑进来啊。那你说，你这个天王星，我已经在这边演训，你怎么可以过来？我把你先知会了，还是进来？对，还是进来。他所以这个基本上在国际上来说我宣布我在地方划这演习区，你就不可以进来。这个在国际公海上是没有这个道理的。但是中方来说，你进来没关系，你要进来我已经先知会了，你进来。可是你进来，我锁定你，我也没错啊。其实也没错，对，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就变成说是双方在这个地方就是相互表示那个互相不友善。对，所以现在这个压力来了你可以看到最近日本就尤其这个小泉进次郎，他这个你可以看到在镜头前面的这个义愤填膺的说这是这个挑衅的行为但是。我们也看看美方的反应这个美国的反应异常的低调。最受人瞩目的川普，他始终是保持沉默的白宫先这个也是把这个话说得很清楚他说，目前美国就是跟中国大陆保持良好的关系，跟日本是维持同盟关系，但是不介入中日之间的争端。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甚至暗示说门罗主义回归。这是一种暗示吗？好，另一方面呢，川普也多次公开表示说要改善美中关系。毕竟我们都知道，明年大概约是在4月左右他要去中国大陆访问，要见习近平，为美中贸易战还有关税要打好谈判基础。所以怎么解读美国这个在这件事情上面异常的低调
从11月7号这个中日争议开始之后，那川普真的是没有直接对这件事情说话，也没有直接表态，非常听日本，我听高市早苗。那是不是因为他明年要放中，或美国跟中国正在进行这个贸易谈判？因为贸易谈判还没完全完整或者其他的考量，其实都算在内了。那川普，我猜他认为，嘿。我10月28号刚好在东京跟高市早苗，我也没有交代你这样做。然后我过2天在南韩跟习近平见面。那我离开亚太地区过了10天，就产生这个争议，而且我正在忙处理俄乌战争。然后你脱稿演出，他真的是花很多时间在俄乌战争方面。然后最近另外国内议题也很多，比如说这个医疗费用啊，或者是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啊，所以我真的是认为川普的态度目前是我没有要去你这样做。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回到川普第一个任期，2017年第1年的时候也是访问中国，对不对？习近平也访问美国，那个时候跟中国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模式，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讨论贸易等等。但是进入他第2年，2018年，然后贸易战就开始，然后各式各样应对中国的政策都有，而且有拉进来日本、台湾其他的国家，对不对？所以假设明年中美关系恶化的话，那后续到时候川普会鼓励日本这样做。但是我真的是认为，川普看这件事情不是不听日本，不是不听日本，但是他真的是觉得，我这个时候没有这个要求。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明年4月的访中之行嘛，是吗？我是觉得川普真的是看整体的情况，那你觉得特别针对访问中，你觉得门罗主义会回归吗？的确是有，就是这个川普各式各样的动作，从他一上任开始说巴拿马运河要还给美国或者最近派美军进入加勒比海等等，那很明显各式各样的动作，真的这个 Monroe Doctrine 是回来，但是现在不是叫做 Monroe， 是叫做 Donroe， 因为 Donald Trump， 所以 Monroe Doctrine 是换成 Donroe Doctrine， 变成是川普。门罗这样的啊 ，OK 好，庞纳主义，门普或者是川罗类似这样子啊。好，那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整个态势的，其实美国是居于第2线的，在第1线的是谁呢？就是日本哈。日本在距离台湾非常近110公里的这个与那国岛部署飞弹啊，说要把周边打造成一个飞弹群岛。《华尔街日报》也披露说，大陆解放军犯台的第1阶段呢是大规模的飞弹攻击，飞弹群岛的对手很可能就是大陆的东风17、东风26这种1000公里起跳、锁定时间非常短的高速武器。另外，最近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是在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台海域呢，也是不平静啊。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是中日这次的战机的遭遇哈，很特别的是这次不是在第一岛链内。而是在第一岛链外啊，对这一点，我觉得特别要请教，孝伟兄你怎么看？因为这是第一次啊。好，因为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次辽宁号它穿越了这个石垣宫古水域以后，对不对？它其实相对来讲，它跟上一次的航线相比，它比较向日本本土靠近。然后它在距离就是在那个经过石垣宫古水域，然后在那个差不多奄美大岛南边那一大片的那个菲律宾海中啊，它其实选择了一个离日本本土大约400公里的地方啊进行演习。其实这个位置非常的微妙，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以航空母舰战斗群或打击群，它要进行攻击发起的时候，这个距离差不多就是40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今天共军在那边演习，辽宁号在那边演习，他就告诉日本，我现在辽宁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这边，我可以打到你这个地方。所以也就是说，他这的确也是这个对日方来说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这样一个军事表态。那但是表态以后呢，其实今天日方在这一方面基本上面来讲，当然日本要如何不是日本能如何就能如何。其实我觉得高市他之前在国会里面的这个询答里面，其实他搞错了一个重点。为什么你说美国不挺他？因为他说他今天自己主动说，如果他那个台海周边这个状态会成为日本这个生死存亡重要之境，对不对？但是对不起啊，美日安保启动与否不是你日本主动，是我美国主动啊。但是你高市这样讲，等于你要拖着我美国下水。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觉得川普到现在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这个表态，是应该是我拖你下水，是变成你拖我下水。明明是应该狗咬尾巴变成尾巴咬狗，我这还得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川普到现在没有动作。但是我刚刚讲这个意思就是，今天过去日本在美国的这样一个算是他的在周边在一个防务的这样一个计
计划下，它也的确在包含像石垣宫古，还有像与那国岛等等部署了长射程的这种所谓的反舰飞弹。那这些反舰飞弹，它的射程的确是可以有效封锁我们刚刚讲石垣宫古水域或甚至于与那国水域。但是重点就是，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美国到底要不要介入？美国介入之后，到底要不要日本自卫队到底要提供美国到什么程度？这才是关键。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飞弹群岛，现在我们在讨论的就是说，它会不会也相对让日本变成了第一波可能被攻击的目标？好，如果说今天我刚刚讲，如果今天那个大陆对台湾的军事行动，让驻日美军没有涉入，那同样驻日美军没有涉入，日本自卫队就更不会涉入。那这个时候他们本身是会相安无事，变成一个稳定状态。但是，一旦如果说今天驻日美军也就是美国决定要涉入两岸之间这个军事冲突的话，那这个时候日本的确就可能成为被攻击的目标。那当然，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它在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特别是弹道飞弹上面来讲，它的这个那个资源很多，像东风17、东风26这个东西其实很现实的是，爱国者是拦不住的。其实我们从这次以色列跟这个伊朗还有包含以色列跟这个也门的这个冲突过程中，很明显已经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高超音速飞弹现有的那个地对空的弹道飞弹拦截系统是拦不住的，已经告诉你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未来我们刚刚讲的，你说未来就是说两岸发生冲突，日本要不要介入？其实它是被动，是决定在美国。那如果美国决定介入，那当然日本这些岛屿也会被攻击。但同样的，今天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也很难那么顺心如意，能够跑进这个菲律宾海，这也是关键。那当然你说中国海警为什么最近常在钓鱼岛周边进行这样一个巡航，常态性的常态巡航，它就要营造这样一个所谓的执法态势，也就是要让它在这个区域的存在成为一个现实，而且呢，甚至于就是因为北京方面对于这个钓鱼台划归给行政权给日本，它至今是不承认跟接受，所以它就要借由这样一个行政权跟管辖权，特别重点是管辖权或者说治理权的这样一个逐渐的行使，要强调那个钓鱼台是属于北京的领土。对，现在是常听到那句话，习惯成自然未来变成常态性的。但现在呢，日本方面除了对外要考虑到说这个步步进逼的这种你说军事上面的态势以外呢，其实高市早苗还得面对的是日本更大的问题，是债台高筑。马上回来。